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测试了E31230V5这颗 CPU，就它本身来说，性价比不错，主板也很好买。但是视频结尾我也提到，目前 DDR4 内存的价格实在太高了，因此本期视频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E3V5 搭配 D3 内存，看看性能上是否有明显损失，性价比是否真的更高。感兴趣的不妨点个关注，我们马上进入正题。OK，E3V5 发布的时代刚好处于内存从 D3 到 D4 转型时期 ，CPU 本身是同时支持 D3 和 D4 的。而今天我们测试用到的是一张英特尔的 Hi-Fi B150Z5，这张板子是比较少见的，同时支持 DDR3 和 DDR4 双通道内存的。此外，供电接口各方面都还不错。官方提供的最新 BIOS 是2018年5月份的。当然，依然需要魔改禁用 ME 才可以点亮 E3V5。内存方面，我们之前在这对金百达上已经测试过 D43200C16，今天再用它测试一下 D42133C15。DDR3 内存方面，除了这对假金士顿 D31600C9 马甲条，还找了一对 AMD 专用条，频率1600，时序 C11。显卡按照惯例还是七彩虹的 RTX 3080。首先用 IDA64 内存测试看看理论性能。内存延迟方面，我们的 D43200C16 表现最好，其他三组基本一致。而读写方面 ，D43200大于 D42133，再大于 DDR3 的两组。总体来看，D4比 D3 更好，高频比低频更好。而 DDR3 的两组因为频率一样，只有时序差异，理论性能差别不大。那么实际游戏性能表现呢？这次我们先来看看众生平等黑神话 1080P 中画质 DLAA 原生分辨率。本以为在这样一款非常吃显卡的游戏中，内存影响很小，但是 E3V5 加3080在搭配这四组内存时还是稍有区别。从左到右依次是 D43200、D42133、D31600C9 和 C11， 平均帧率依次是98帧、97帧、93帧、88帧。D4 的两组几乎一样 ，D3 C9 谱条也还行，只有我们的 AMD 专用条 D3 C11 表现不佳。接下来是赛博朋克2077 1080P 中画质，结果与黑猴非常相似，而且更加明显。两组 D4 以及 D3 谱条的成绩非常接近 ，AMD 专用条落后一大截。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，如果说前面两个游戏还有巧合，那么事不过三。在古墓丽影中，同样的结果继续发生。这次中间 D4 低频和 D3 谱条的结果很接近，而与一头一尾的程序差距相对明显。最后是 CSR 1080P 最低画质原生分辨率。这个游戏是典型的高优低显游戏。那么内存要求呢？在搭配 E3V5 和 RTX 3080的情况下，社区跑分地图中基本看不出差别，尤其是前三组。只有偶尔 AMD 专用条会低个10来帧，但是考虑到普遍已经200多帧了，那么区别不大。实际游戏中，就我的主观感受也没有什么区别，都能跑到100多帧，主要还是受制于 CPU 性能。最后总结，单就性能表现上说，当然 E3V5 搭配高频 D4 时，会有一些提升，但是相比较低频 D4 以及普通 D3 内存，区别没有那么大。我比较期待的 AMD 专用条表现确实不行，但是这是 RTX 3080在 1080P 中低画质下的表现。如果搭配稍微弱点的显卡，内存带来的性能差异不会这么大。而从价格来说，一对8×2的内存价格 D43200 至少要200多， D42133 或者2400也要130左右， D31600 马甲条100以内可以买到， AMD 专用条甚至只要40块钱。虽然性能差一点，但是这价格真香。最后再说说主板的问题，100系主板中绝大多数是 DDR4 主板 ，DDR3 选择少了很多。Z170 主板中只有极个别型号使用 D3 内存，很难见到。B150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各品牌可能就1-2款 D3 内存的。H110 主板倒是有不少 D3 版本的，但是供电多数非常寒酸。至于我们视频中用的英泰这款 B150， 我也是花了点时间找，好在价格还算合理，120多元就可以买到。如果配 8G×2 的 AMD 专用条，主板加 CPU 加内存总共200出头，这价位可以选择的真的不多。好
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喜欢的话可以点赞、投币、评论。我是莫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